今天有什么问题？任何一位也可以谈个人所感受到或者听到的，有任何疑问的提出来，大家不一定有什么答案。老师，不好意思，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因为上个礼拜我刚好有机会去参加一个那个他们中华民国环境保护协会，还有中华民国环境教育协会，然后跟那个环保署一起办的一个类似像研习会这样。那就是2天，他们请了很多所谓的环保，还有环境教育的专家学者来演讲。那其中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几乎都强调说，经济社会还有环保要平衡，但是他们的环保都是一种类似技术性的解决，甚至环保署的副署长还认为说，环保应该把它商品化，因为商品化可以吸引大家去做环保这样。所以，我就曾经质疑一位演讲的老师说，你们讲的那种环保经济和社会的平衡，那种平衡是建立在不断的，因为他们认为环保可以创新，然后不断的去改善那个环境破坏的问题。那我就说，那你们以台湾资源有限的情况，那这样的结果，你们所谓的永续发展会不会到最后其实是一种永续破坏这样？那这三者的平衡，就是环境保护、社会还有经济的平衡。那在我们台湾，因为大多数他们会觉得我这种观念很惊讶，但是他们都不以为然，就觉得说，好像可能觉得我们这种从思想观念不是很实际，可以去解决这样的一个环保的问题。那他们甚至认为说，我把环保商品化，可以去反而带动解决这样一个台湾的环保的这样困境。这个要了解任何问题，要先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要先界定它。环境的保护是什么？什么叫保护？就是你没有确定环境保护是什么，就没有办法去谈环保。其实我们今天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球只有一个，地球只有，地球遭受破坏，地球遭受破坏，这是环保的根本问题而不是在技术面。技术面说，我们发展经济的时候，我们在追求我们的生活需要的时候，然后在这个追求我们生活或者经济需要的时候，尽量去保护环境，尽量少去破坏环境。这两个问题不一样，这两个问题不相同，你懂吗？哪里不相同？那个就是说，如果你资源无穷，你在使用的时候就在追求经济生活需要的时候，你尽量少去破坏它，那是资源无穷。今天人类面临的不是那样的问题呢，是资源面临到严重的破坏，是这个问题的。这气候都反常了你看气候都反常了然后很多资源，地球本身很多都遭受过根本上破坏，那是根本的破坏。所以根本的破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你就不是技术面可以处理解决的，
已经不是技术面可以处理解决。所以你在技术面去谈这个就没有意义了。一部机器，你过度的操它，你不去用它，会生锈，会生锈。你去用它，会产生效能。不但不会生锈，会产生效能。机器会产生一些对我们有利的这样子。那只是你在用机器的时候，你尽量减少使用，尽量维修它，尽量保护它，你知道吗？尽量保护它。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问题：机器本身是有寿命的，机器本身是有寿命的。你不用，它可能会锈掉；你用，不是寿命无限延长，错了。不用，它会坏掉、锈掉，锈掉也是慢慢的。用它一样会坏掉，那是因为你用它，它会折旧，它会折损。你怎么维护它，怎么维修它，都会折损。它的过程，机器使用过程会折损那个机器。所以你这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意思就是说，我们能不能等于说应该怎么说呢？能不能说不要用这个机器？不要用机器，不要用这个机器，或者少用这个机器？不可能完全不用，不可能，不可能完全不用。你用，但是要维修它，一个是少用它，3个，一个不用排除，不可能，不用它也会锈掉，剩下2个，一个是尽量用，尽量维修，尽量一直跟它维修呢；一个是少用，这少用不表示不维修少用，维修不是重点，少用，这2个观念不一样。今天环境对人类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你尽量用它，尽量维护它，那所谓平衡嘛，就所谓平衡，你知道吗？尽量用它。那这个我们讲了又讲，就是自然宇宙律的问题。所谓自然宇宙律什么意思呢？土地尽量用，一直用，你一直给它改善，土地一直给它改善。那改善就是人为的意思，改善就是人为。但我们有一个原则，我想谁敢否定？任何人为都是伤害自然，任何人为绝对伤害自然。自然的原性，只要人为进去，就是伤害破坏自然。这个基本原则，谁敢说人为不会破坏自然？谁敢说？原性你要注意，原性是什么？所有物质的原性是什么？人的原性进去就是违反原性。老师，那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人去维护自然，难道不是自然吗？如果那不是自然的层次问题，那是层次，那是没有哲学概念的才会那样讲话。所有都是自然，我会用它，我会破坏它也是自然。看自然怎么解释，自然怎么解释？最高层次的自然就自然本身。人类是自然，人不等于自然。人不等于自然的自然，那是人的自然不一样，知道吗？所以很多人就是在没有这个逻辑概念、逻辑观念，他们层次不一样。什么都是自然，如果今天没有逻辑观念，什么都是自然，任何人为都自然，因为人是被创的，所以任何都是自然。上天创我会杀人，所以我才会杀人。上天如果创我是石头，我不会拿刀子杀人。很简单，创我是人，所以我会拿刀杀人，那是自然。所以那样解释自然，什么都是自然，人为也是自然。你刚刚讲的意思是这样意思，但是我们在逻辑来说不能这样讲。自然这个自然跟人的自然是不一样的，跟个人自然不一样，跟个人的个别行为也是自然不一样，一层一层下来的，要有这种逻辑观念。所以他们扯的就叫胡扯，
没有逻辑观念叫胡扯，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来说，人类最可怕是破坏了自然的自然，用人为去破坏它，用人为破坏它。所以今天环保应该讲哲学，而不是讲人，讲哲学。哲学是尽量维持人性，人的东西尽量不要进去，人的因素不要进去，尽量不要。但人不进去，人不能活，人不能活。所以人要进去有一个限度，为生存可以进去，可以伤害自然；不为生存，绝对破坏自然，没有什么好说的。觉得改变自然就是破坏自然。那如果你层次很低，改变自然就让它更好。为什么更好呢？一棵树长在那里没有用，我把它砍下来，好漂亮，弄出好漂亮，人好更好，这样更好吗？这是人认为的更好。以自然，树在那里没有去动它，才是更好，才是最好，才比我们好。啊，如果你拿人为做标准，那砍下来比较好啊，把它弄漂漂亮亮啊。所以那逻辑层次问题，他们不懂这样东西，大谈什么环保，实在是个大笑话，这个是个大笑话，无知到不能再无知，明白吗？所以问题存在，所以整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思维，就是说刚刚讲那些都在人的范围里面在谈问题。今天不是这个问题，是自然本身被人破坏。不要再人谈问题，自然被人类破坏，不是破坏啊，伤害，而且伤害就算了，造成人类本身受害。因为自然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受破坏，自己遭受破坏，而不要说破坏当中我们尽量去修复它。修复起来跟原本绝对不一样，绝对不一样，人为跟自然绝对不一样。刚刚已经讲过了，你知道吗？所以是层次逻辑、层次问题。那人的自然跟个人的自然又不一样，层次越来越低嘛。个人的自然加上那个行为的自然，我杀人是有自然的。但是老师前面讲过，人还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为了生存还是需要进入自然。那我们应该在哪一个层次的自然？是人的自然还是个人的自然？不是，我们现在谈论的从根源谈起义。如果只是人的问题，我们在人的领域谈问题。现在已经自然本身出问题了，出问题是人类去破坏它了，伤害到它了。所以现在谈环保不能谈人了，谈自然了，就人不能进去，要谈人不能进去了。但不进不行，谈不能进去，尽量少进去的意思，只能谈这个层次了。而被幼稚到人可以进去，然后到人的这个领域本身再来怎么改善啊，怎么加强啊，怎么那个是更破坏，那是更破坏。我看用一句话最简单的话，所有人为都是破坏自然的。我讲那个自然是自然哦，弄清楚了，绝对不是破坏自然的。我用原性，自然原性的代表。真正的自然，它有它的原性，所以人少进去，少用的意思啦，少去碰啦，减少。我这简单，就人类减少欲望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要减少欲望，不要在人为的拼命做文章。所以跟这些人谈环保没得谈了，他根本没有基本逻辑观念，不讲理的。他的观念认为人类好伟大，人类好厉害。如果这样，自己再创造一个地球嘛，自己再创造资源就好了嘛，很幼稚嘛。因为这个自然环境被人类破坏、伤害呢，自然平衡被人破坏，你们知道吗？平衡，宇宙是平衡的哦，你要知道啊。人类就是然后把平衡破坏，才会造成自然现在反扑到人类身上来。反正人少进去，所以少去碰了，少去影响自然就对了。他还要把它种好，这样把它变本加厉，怎么把它商品化？大家拼命来努力环保，努力环保就破坏环保了，就破坏环境的意思了。环保本身破坏环境，不要环保，不要去动环境，
才是真维护环境。这不是讲不完的，确实今天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让自然回归原来的自然，尽量，这只能减少破坏，这不叫做能够真正绝对维护环境，不可能。所有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同一个，人类生下来之后本来就是破坏环境，但是破坏是在自觉融入，人类一直自觉融入，哲学家都是在人类一直生下来就自觉融入，但是人类不活，如果不要自觉融入就不要活，很简单，人类活下来一定自觉融入，但是唯一的思考怎么说？尽量拖延，尽量少，自觉的慢一点，我们只能这样说。这样绝对破坏环境，人类要生存绝对破坏环境，这是个前提，绝对破坏。那可是我们是自然创造的，难道我们没有办法平衡吗？既然我们是自然创造的，你在平衡什么？我们是低层次人，高层次你就平衡，你跟谁平衡啊？自然宇宙本身是平衡的呢，你动它就已经失去平衡了。可是我们不是刻意动它，因为我们是被自然产生的。我们的自然第一呢？我们的自然第一，自然本身嘛。这个道理有点难，因为语言文字没办法表达嘛。因为就只能一直讲自然，因为没有别的，因为我们没办法讲啊，因为只能讲自然，只是我们要说明的，告诉自然的层次啊，只能这样说啊。这是自然。人绝对在这个底下，当然不止人哦，这个不止人，还有其他的动物、其他植物、矿物手一大堆，好多啊！这个本身都会有它，因为它们从自然来的，这个是自然本身，这个是自然本身啊，这个自然本身它是自然本身，然后自然本身呢，它是循环的，自然本身生生不息，它是循环的，它的循环是平衡的循环，是平衡的。你都不要没有这些破坏它是平衡的，它本身是平衡的。所以平衡呢，这个，比如说，就是那种生物链，你知道吗？它是生物链，自然是生物链人死了会变成什么分解分解之后又可以变成什么生长成什么然后又需要那些东西，都是这样生物链的平衡嘛。自然本身是平衡的，是循环而且平衡的，这应该知道吧？这应该就是固体、液体、气体，它也是循环的，都是循环的。生了死了都循环的，所有都是循环的四季春夏秋冬也是循环的，宇宙本身是循环，而且平衡的，而且是平衡的，这是宇宙律本身。好，那这些万物所有东西都是自然之下的东西，它们的本性也是来自自然，它本身也是来自自然。他们这些东西在这边我们讲人类比较可怕，自然底下人类最可怕，当然动物也可怕，但动物、植物的可怕性比较好矿物最好当然也不见得好了，就是比较好。什么意思呢？人类有聪明才智动物呢聪明才智很低，它只有本能这个本能是自然设计它的。自然设计它本能，所以自然设计它，它的本能呢，对地球也会造成破坏性比较低，人类比如动物吃饱就好了，人类吃饱还要吃好，还要创造很多新的东西来吃，动物不会，所以动物破坏地球、破坏自然的平衡性比较少植物更少，它不会想法。它会这样循环，跟着自然循环。人类最快，人类呢，会吃会穿会用会有什么？这是自然没错，
那这个自然不等这个自然，就这个自然给人类的一种自然的特性，那个自然比较低，两个字都叫自然啊，自然不相同啊。这个自然里面，含有破坏这个自然的平衡。人类有聪明才智，上天给的，这是自然。这个聪明才智上天很坏，自然很坏，给人类这种会破坏它，会破坏它。好，这是道家的哲学。人类刚刚讲的所有哲学一样，道家把它叫做人都在骤减致富，人类都在干这个事那其他哲学家讲，人类都在自觉服务。刚刚讲过自觉服务，人类为了自己的需要，上天创造了会有需要，需要一定回头来破坏自然的平衡，就是这样子，这是个矛盾，这是个矛盾那矛盾本身，这个矛盾本身就造成这个自然呢一直在循环当中，可能在偏某个方向，循环平衡当中一直在失去平衡，但是很慢，失去很慢。你要看人类这个去破坏自然的速度，只要破坏自然，它循环受到影响自然原本的本身那个平衡力会受到一个影响，很小。但人类如果聪明才智发挥更高，受破坏更大，就这样这么回事。老师，那我想要请教，那人到底要发挥到什么程度？因为如果照老师说，道家的这种人的自然，你刚刚你讲的，你这个人本身在这个，然后你去变成个人这是人变成个人个人只有个人，很多个人其实社会一样是个人的意思很多人就是一样的，这是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呢，所以个人有七情六欲。有各种需要，这个有各种需要，它有各种需要。那你各种需要呢，彼此求平衡，你的平衡是这个平衡是个人需要之间的平衡，懂吗？是这个平衡人家这个平衡是它本身的平衡，本身是平衡的，是完美的，不是你这个层次差很多，你知道吗？你在这里搞平衡有什么用你本身这个已经破坏宇宙本身自然平衡了呢。何况你在这底下搞，你搞越多越伤害这个。这是种技术性的东西，这是本质性。宇宙自然本身就是本质你人的个人的都是技术，你怎么做？我要发展经济，然后我要想办法去回馈一下那个这个什么，比如说我今天这个砍了一棵树，我就种2棵下去。你知道你是这样做的这样子平衡我们砍了树也许赚了钱，然后有钱，然后我们就多种几棵我们是用这个方法在平衡。但自然宇宙它对这个平衡没有用，这人的作为这没有用人的作为没有用，因为也不是说我们为了我们需要多做一些树就能平衡。地球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树太多也不行，树太少也不行。宇宙它是自然的循环就是天气太热也不行，太冷也不行，它本身是平衡的，你不会去破坏它，它本身平衡自己会修正。人进去呢，人去帮它修正，破坏自然。自然就被人破坏了，你知道吗？是因为人没有办法了解自然的自然，所以我们去修正会破坏，还是说人为本身就会去破坏自然的自然？这样讲很难讲，因为这个东西它本身是平衡的是平衡，人为不要进去就对了，它是平衡。那什么意思呢？我举个具体，因为那样很不具体的不那个。刚刚那样讲种树，也许你还觉得还蛮自然的。我讲土地好了，土地原本就是土地，天生的土地。人进去之后，我们去用土地，用了之后呢，我们要加以什么
把土地修补一下，酸性太强，跟它加点碱性，碱性太强加点酸性，让它平衡啊，我们会这样做。但你不知道，土地本身你把酸跟碱平衡的过程，土地受到伤害，原子弹受到伤害。这过程就机器啊，机器呢，你用它一直修补它，把它修补，本身它折旧了，修补过程它已经折旧了，这样意思。这样子，所以人的平衡无助于这个本身的平衡，无助于是伤害它，人为进去都是伤害，都是人为的。那没有，我会讲另外怀疑的问题是，如果人为进去伤害，那变成这老实讲，就变成像道家一样，那所有的人为都没有意义。可是都是伤害宇宙自然，都伤害自然的。那我的意思说，那我们人要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我们不可能像我们人不可能像道家那样就完全，人不可能像道家那样嘛。实际生活、社会生活的人，或是我们实际人，那我们要用什么的态度去面对自然？如果赵老师这样子的话，讲过了吗？刚这个已经讲过了，人类都在自觉不怒啊，一定会自觉啊，一定会自觉啊，一定会埋葬自己的，一定的啦。但是你就知道态度什么，应该什么态度？觉慢一点啦，少觉一点啦，魂不知啊，多慢一点的意思，少去那个，就这么简单的道理。这刚打理出来了，人类一直在干这个事情啊，人为减少就对了啦。这些尽量不可能零了，零就没有人了嘛，零就完全回自然去了。回到自然本身有人，造物者造人类啦，造人类是自然的，也是不自然的，这样听懂吗？造人类上天自然能力造的。造出人类本身就违反自然，这自然的平衡，自然力的平衡，这种平衡当然很难了解这种平衡。什么叫很难了解的平衡？自然本身的平衡就是互相矛盾的意思，互相矛盾。这个矛盾让他自己本身就矛盾，人类不要进去矛盾，去改变它，不要去进去改，人类聪明才不要进去改变它。刚刚讲的意思，自然会创造人呐，创造人，自然会创造人。这个创造本身是自然，是自然本身会创造，自然创造，这两个自然就不太一样。这个自然是自然本身，这个自然是自然本身的动作，自然动作，这两个不一样。所以都叫自然这个动作产生的东西自然产生的，因为自然本身会自然去做什么自然之后产生一个自然的结果，人类或者所有东西，那都是自然层次都不一样人类被创造也会自然干什么这个也是自然，但自然层次更低，这样子，懂吗？这个东西本身呢刚刚讲，自然本身透过自然的行为、自然的反应、自然的变化，它会产生一件自然的结果。自然的结果，因为这是自然本身矛盾的，它本身会有自然行为，就自然行为本身会反投到正途，会破坏它。自然的行为本身会产生一种结果，会破坏它，这个叫自然的平衡，这个叫自然的平衡，也叫自然矛盾。到这一层，这自然的平衡跟自然矛盾，自然一直如此，一直是这样，一直在发生，春天过了就会变夏天，夏天过了变秋天，秋天变冬天，冬天再又回到春天，那本身就是这样就因为等于说倒过来变成说冬天跟春天是矛盾的，你知道吗？冬天很冷的，春天开始热了。是矛盾的它本身是自然，它是循环，而且自然的发展，自然本身发展，它是一个循环春夏秋冬，春夏秋冬，
它是一种，然后它本身秋冬本身本身就这样本身就这样发展春夏秋冬就是什么呢就是冬秋然后夏春，倒过来是这样子它是这样一个循环，然后是自相矛盾的循环，这样发展，就叫生生不死。生不是一直往个方向一直去，不是会死的会生，这样子这个冬天树木呢枯掉了，落叶掉下来了，落叶呢到了春天反而变成新的那种营养，那叶子变成新的营养，它本身这样落叶对那个树来说是伤害，新营养给它来说是滋补它，它一直这样循环，然后矛盾。自然本身一直如此，创造人类也是这样，创造人类当然伤害他，但是这个时候这个人类，如果你完全依照自然还 OK， 怎么依照自然？尽量不要人为，不要人为，人为也是来自自然人为是来自自然这个人为会加强这个破坏者，意思说。这个下来的速度假定说好了，假定这下来的速度30度，你回去最好30度，你回去如果变40度，它会加速破坏，它平衡受到破坏，所以人不要人为如果它下来30度，你有30度，表示人为很少最多31度，你破坏性不大。上天生人类会吃东西，我们要吃喝玩乐，不是玩乐。要吃要喝要什么要生活了，生人类要会生活，要生活一定破坏地球你只会生活破坏地球 OK 会破坏，但它生我们本来就会破坏破坏本身也会回补，但你破坏不能太大回补呢就来不及了，就不够，所以就是人为不能太多，因为是层次的问题，这个不好说明，因为这纯粹都是形而上的都无形。那个人为已经是个人的意思了嘛？人为已经变个人了。那只有到个人的层次回去的话，它才会，就是那个度数会改变，会变。我用度数其实不是度数，就是你如果这个人为越少，跟原来下的力道会越接近，人为越多，你回去的力道会越强，会破坏平衡。我一直纯粹人的层次，我们都讲概念上，然后就没有那种生存的欲望之类的，回去的话就一样。人没有了，回去差不多，但那变神仙了，人不可能。对啊，一定会破坏尽量减少就对了啦，对不对？如果你今天下来30度，你这样30度也是太多，1度或者好就拿3度好，你如果回去呢，就30.0000001这破坏速度很慢，地球可能维持好几百年、好几万年、好几亿年。那已经是很接近神仙的个人。对，这样尽量少，这样尽量少人为就对了。天生人类一定会人为，因为我们不会活。人为本身破坏自然，破坏自然的平衡，这有点难就是形而上的东西有点难，蛮抽象的。不过你们要训练一下能稍微听懂一些抽象的东西，而且层次问题。是现在一般环保讲都讲很低层次的东西，在讲这个说，哎呀，经济跟什么平衡，经济跟环保平衡了，经济跟什么社会什么平衡了，经济什么平衡了，那都属于非常低层次的东西，那个扯不到这里去。现在是这个时候到处破坏你，现在不是你的平衡破坏你，平衡也破坏，但是现在是这个时候，不是就是人为太多破坏者就自然意识了。不是人类本身就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这失去平衡，不是那样子的。所以我一听，但我了解他们全台湾、全省都在讲这个啦，好无知的环保，你要真正破坏环境，都是环保人士在破坏的，你们晓得吗？现在多可怕！我现在到处讲这个东西太可怕。我讲很具体就好，非常具体。
就是那个已经我讲的，把它层次讲很低哦，不要讲太高，稍微讲低一点，讲到人这一层。你以为再制品做环保的东西都再用、再利用就可以不断利用了吗？本身还是来自自然资源呢。你再利用最后，比如说这样好了，这样好了，你今天砍一根竹子哈，把竹子做成筷子好了，好，砍一根筷子，你筷子拿来再利用。啊，如果你不能利用，那筷子还是坏掉，也不能利用到无限多数啊，那还是要砍第二颗啊竹子啊。如果今天尽管我今天少利用，不是再利用就可以次数可以不管。我们现在常常忽略一个，只要是再制品啊再用就可以次数可以不要管，因为它是再利用的，这可能错的。我们能不能少利用它？不要动不动就用就动不动用筷子，可不可以不要这样？但不是不可能不用，少用跟再制而可以多用，这两个你觉得哪个商环境比较多？一说你今天再制还是提倡少用的，不是说少用就不要再制，不能这样讲，少用才是根本。随手开灯关灯，随手关灯会环保，没错。但你为什么不考虑我们少开灯？不是多开灯随手关灯？是啊，随手关灯我也知道如果随便就开车都开，随手关，还不如说没有必要少开。当然少开表示不关灯那思考才比较根本嘛。少开没有必要不要开灯，就这样子应该这样思维。而不是一直提倡，一直这样技术性的多关灯随手关，好像就表示随手关就可以开，那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类似这样的比喻比如说我们尽量平衡，平衡的时候只要平衡就可以继续用继续发展可以这样做吗？你知道吗？平衡就可以那样做吗？不行而且什么叫平衡？什么叫平衡？你想他们说的平衡是什么？你认为它的平衡是什么？它的平衡的基础应该是建立在资源无限的一个基础上。对只是使用上平衡而已利用上平衡而已无论你怎么平衡，本身还是伤害那个资源的，减少损害资源的。所以平衡不平衡根本不是问题那不是重点而且何况你去参加，你都不会讲它简单讲。请问平衡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平衡平衡是减少或者技术上的平衡比如说环保跟什么平衡？跟经济平衡所谓平衡是什么？你问他是什么平衡？就说这个经济发展环保跟着发展，经济发展环保跟着平衡你懂吗？这个本身有没有矛盾？为什么呢？经济发展的破坏资源，你这个破坏环境，你知道吗？环保跟着平衡，环保平衡能创造资源吗？那不能好笑吗？这怎么可能平衡？任何经济发展就代表破坏环境你们要懂这一点你说那环保要跟经济发展平衡，你平衡什么？因为环保不可能创造资源嘛，你怎么可能平衡？那个在破坏资源，那怎么平衡法？所以他们讲的很好笑嘛，懂吗？所以可见那节目讲的真没有经过大脑的，都讲好听话。我可以告诉台湾的学员，不是光讲环保，台湾学员就是这样讲，任何人讲东西都没有经过大脑，听得很好听，毫无意义，那真的毫无意义。所以我为什么会去写逻辑书？你们不晓得我有多气才会写逻辑书。我一辈子不主张做著作，我不拒绝著作的。这当然一段历史什么原因咱今天不谈逼到没办法，前面写书，写逻辑书你写这种逻辑书，我们人类的知识判断力再不提升，人类真的就觉得很痛苦，觉得好快，我们几乎都在埋葬自己。
不懂就是怎么判断事，怎么就太可怕，太可怕了。我们几乎全部人类自杀，几乎不要以为洋人很进步，洋人才笨，所以我特别把它叫做智慧跟聪明。洋人聪明有余，智慧绝对不足，笨到不能再笨。智慧是什么？科学家是绝对聪明，科学是最没有智慧的就科学家，你懂吗？那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些问题。智慧是看长远，聪明是看当下。所以最没有智慧就是科学家，还有智慧。我们讲的很具体的东西那么讲抽象没人听得懂很具体告诉你，第9届的面临最大危险是科学家带给科学家。你为什么你们不稍微讲一下那个南极、北极的那些病岛如何面临危险？会懂吗？科学家嘛，没有科学他会这样去反常吗？想也知道嘛。所以你还去歌颂计算、歌颂科学家，这是很破坏的嘛。然后他，我们想办法去弥补它，想办法去改善它。你改善的破坏更严重，你们懂吗？这个绝对你们听不懂。我讲的很具体的事情。你今天呢，土地呢，生产越种，你东西一种了，种到最后都长不起来，你知道吗？我们加上肥料，它会长得好。肥料加上去之后，马上长得很好。那肥料多用几次之后，土地酸化。酸化我就呢给它平衡，给它加上平衡酸化的东西下去，结果呢酸碱平衡造成土地本质上遭受破坏，那已经不是酸碱问题了。你两样东西不同气体放在一起，所以它会平衡，搞到最后它本身变质。所以要弄清楚这样，人为的东西都是破坏自然的啦。我们今天用农药下去，因为虫害被我们把它抑制，把它压制了虫害。结果呢，自然本身呢，给那个虫动物界就虫害，也有它的能力，你知道吗？它慢慢它会适应就抗药性强，抗药性强，我们就用更强农药去对付它。然后抗药性更强，更强，找到最后呢，倒霉是我们，因为你最后你药性太强，伤了人类本身，伤了土地，污染了土地。反正你不要用人为去就对了，人为你搞不过自然，自然本身的平衡不能用人类的平衡去平衡它了，人类没有这个能耐的。人类的平衡是技术面的平衡的，是低层次的平衡的；自然本质的平衡是高层次的平衡的，是本质性的平衡的。他们这样讲太抽象，你们听不懂的。可是那像有人会讲说什么，他们砍一棵树，然后就再种一棵树，那实际也是他们自以为是平衡，其实这个没有在平衡，那个讲的太具体，所以很难了解了。听起来好像可以平衡，错了。因为很多都会这样提倡说，他们砍了一棵树就会再种一棵树，所以他们其实是在讲环保。那这样子最后还是在伤害地球。已经扰乱了自然。那这讲起来一大堆，人讲说，比如一棵很大的树给你砍掉之后，这个地方失去平衡了，已经失去平衡。然后你再种2棵下去，种下去呢，这个2棵从哪里来的？它也必须从别的地方，你知道吗？去弄来的。它可能吸收别的东西，破坏那个地方的平衡。你知道吗？它原本长这样，就能维持这样子。你人为就弄它，这里得有那里失，必然的，你知道吗？比如这一棵长在这里，像你长了几百年了，它也在这里产生平衡了。它吸收的营养，或者它回馈地面的，你像拿2棵树新的，它吸收的状况不一样，它跟周遭环境的平衡要重新来，它本身就在破坏。如果你详细去分析是这样，它本身又在破坏。看起来容易的，看见以外有平衡，都种2棵下去了，不然自然界它那个地方失去平衡，你懂吗？不是我们想象的那单纯，那不是单向的。我只做这样比，一棵大树给你砍掉，
本来这个地方应该没有阳光直接照射，现在有阳光直接照射了，这中间已经遭受了一些破坏，这样，所以呢，不是想象那么单纯，所以不一样，不一样。自然界是无形的东西嘛，它是平衡。这样讲不完，我只能简单告诉你，任何人为都是破坏自然。但那个自然讲那个层次，那个就是逻辑问题了，那个不要再去玩那个文字游戏。那层次那自然层次不一样的。我们讲的是破坏那个最上层那个自然，因为人为是比较低层次，破坏了高层次的东西。大概怎么做这样根本上让你们知道，所以不要再讲一些耍嘴皮什么平衡了什么呢？怎么可能平衡？人类哪有能力去平衡自然？我们是人呢，人怎么可能平衡自然？你怎么去改变自然？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那些具体我们破坏环境的那些行为，比方说砍多少棵树啊，再种多少树，那是很具体、很低层次的那种环境破坏嘛。而我们破坏是其实背后是比较高层次的那种。高层次东西被我们破坏了。为什么你会说它是一种破坏？循环。违背它那个循环怎么说违背它的那个？这个讲，我用比喻，这只能比喻，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不是上帝，没有办法去讲。它原本自然就那样子，你去改变它，它要重新来平衡的，那就伤害它了嘛。它呢，不是我们呢。它自然你再重新平衡，你把它破坏了嘛，它必须重新平衡嘛。这个讲太抽象了。本来就抽象，这个你们要讲这个本身就抽象，这不是人所能。对，但是你这样讲说破坏那个高层次的自然，觉得好像理解上听不太懂。高层次的自然本来就没有人的成分在里面嘛，让它原本那样维持那样，就是它自然嘛。你人去破坏它，人去动了它，就是破坏它的自然了嘛。就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嘛。人为在动它，就伤害它的自然原本的特性了嘛。这不懂。就等于一棵树原来自己长的，在那里，它就是那一棵树就自然的。你去砍它就不自然了嘛。但你讲的这个是很低层次的自然，不是吗？我用了比喻啦。自然本身就是那样，它自然本身平衡的嘛。你不要比它现在自然本身它那个大气都不要了，我这样讲都没有人为的话，大气本身它是循环的嘛。你今天这个爆炸的原子弹，这大气做零起来循环做零起来冷热不同了嘛，你就破坏到它的循环率了嘛，这是一定的嘛。本来都没有人类居住，大气的循环是一定的。这里居了好多人，什么二氧化碳增加，什么大气循环受影响的嘛，这一定的嘛。有人会进去，自然就受影响啊。这是很基本的观念呢。就跟你刚刚讲低层次的自然，不是又混在一起了吗？没有混在一起，是你的问题混在一起，我没有混在一起的。你刚刚举的那个例子不就什么例子？你刚刚举那个大气那个例子讲自然啊。我讲大气是自然的，大气不是人，不是自然本身有大气呢，那是自然呢。如果没有人类的话，那个大气本身就这样一直在自己在那循环。有人类进来之后，它的循环一定遭受影响啊。就这样，我只在答复你说，任何人为都会影响自然啊。那我觉得自然的情绪好像这有什么难理解？任何人为一定会影响自然的，这有难理解吗？没有人而且是自然呐，有人就已经不自然了，就被人为了。这样会难了解？会听不懂吗？不可能吧？
自然，到底是讲自然律呢？刚才讲，我讲高层次的自然不是含义。我讲我在解释时，你们也注意听，自然本身什么都叫自然，低层高都能叫自然，不要在文字上去。我这样跟你说明，我讲的自然是讲自然本身的自然，那个都只要人为，人为是自然呢，人为的自然一定破坏自然的自然呐、这样懂吗？自然的自然我们把它叫做自然，人为的自然我们叫人为的。文字只好这样区分呐、不能通通自然，哪一样不自然？这样懂吗？就是我界定的问题。界定就内涵了。那如果那个树是动物把它弄倒了，它也在破坏那个自然。不是那个树本身，那你把它具体那一棵树，那就变成层次比较低的自然了。那如果是动物去破，一样啊，都是破坏啊。只是动物的破坏不是，因为刚才你说明过，就不要再重讲了。这个就是一种辩证逻辑的东西。辩证，什么叫辩证逻辑？人类有聪明才智，动物也有，没有人类那么高，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特别讲人类的破坏性比较大。啊，动物虽然没有那么高，它也有破坏性啊，也有破坏性。啊，植物也会有破坏性的，它会长大，长大也会影响，都有破坏性。连矿物也有破坏性，又有矿物，万一呢风一吹，水一流，搞不好它弄下去，倒下去，滑动，有那个都是人类破坏性是一个带有主观性，带有聪明才智性，就是会想，那种破坏性比较大，都是破坏。所以人类最可恶。那这个讲下去变成一大堆的界定问题，就变成逻辑课了，而且是辩证逻辑课了，变成这样的东西。简单的说，所有的东西，矿物也一样有破坏性，但是那个破坏性我们不叫破坏性。因为低于50以下，为什么？什么叫低于50以下？我们用什么来分？用人为来分，用人为。你也可以说动物为也可以啊，动物也为啊，动物也会干什么干什么呢？你也可以植物为，植物也会干什么干什么啊？只是这些呢，都不是像人类那么样的。这个什么呢？那么样的，主观也许你还听不懂，那么样的有才智，动物也有一点没有那么主观，没有那么有才智的破坏，才智特别强植物才智更低矿物更低都是破坏程度问题都是破坏。那我们特别去讲人有聪明才智，好恐怖。那你也可以说，聪明才智来自上天给，又不是自己创的。对，这也是自然。那这个就属于呢，这个属于这个嘛，这个像不是他本身嘛，就是到底是人嘛。人的聪明才智，人的聪明才智不是自己生的嘞，是上天给的。这样子。上天给我们这个东西，会造成我们对它本身破坏性比较高，破坏性比较高，是这样子。如果讲破坏性，通会有破坏性，这个也有破坏性，这个会滚动水一来它滚动也会压破坏自然，会这个呢到底不是用聪明才智破坏它，这不是自己我要去滚动，我要用方法去破坏它，不是所以不一样不一样，只是程度上不一样。那么逻辑怎么办呢？我们这种只好说，这种呢非主观聪明才智做的，我们认为这属于一种自然，就自然程度不高，是用自然。这个本身也是自然，这个自然是人为的自然。这个不是人为的自然，这
这是就分辨哪里了？就分辨那个词汇的意义了，界定嘛。文字都叫自然，所以不要再指自然，你要讲内涵。这内涵是什么？这是人为的，什么叫人为的？人用他的主观聪明才智去为的，这样子动物为，动物也有一点聪明才智，动物也会想一些想的问题。那个是动物为的，动物的聪明才智为的，植物比较没有聪明才智，也是植物为的，植物比如长大把别人弄坏，也可能或倒下去把别人压坏，也有可能这样子，这层次不一样。我只能用这跟你们说明，这是说明文字名词你们别被文字耍弄了，所以你要讲内涵，逻辑要重内涵，不能重文字是形式，要重内涵。所以人家讲什么，你说这个如果是要破坏，他们叫破坏破坏层次不一样都叫破坏，哪样不是破坏？所以这种我们说这就不叫破坏，这不能叫破坏，这是自然。自然就这也是自然，自然意义不一样所以你要是界定自然，界定说这一种是人类聪明才智所产生的。我们把这个叫人为，我们把这个字叫人为，我们把人为意识，人的聪明才智所为。我们很少人讲动物为，为什么不讲动物为？为什么不讲植物为？我们不认为叫为，为就是有目的，有主观意识，主观意识叫为。如果一种只是一种纯粹没有艺术的，我们把它叫做那种无意识自然。那你要这样分的话，就一直要分，反正你的文字要给它不断的界定，不断的细分，这样才行。一般讨论题没有像这样讨论。